被炮轰也要针对赵丽颖。知名编剧评论区沦陷，应了陈道明的话，内娱好久没这么热闹了吧？从开拍到定档耗时2年多，众星云集的悬疑电影《酱园弄》今天终于正式上映了，好多观众都买票支持，现场还有不少名人呢，大家都急着想看这部电影到底咋样。其实也不怪大家这么好奇，毕竟《酱园弄》之前造势太猛了。又是章子怡复出首部作品，又是传她走戛纳红毯被主席亲自迎接，听得人心里直痒痒，谁不想赶紧去瞅2眼？但没想到看完电影后，观众们的评价褒贬不一，其中有位名人的观后感最轰动，为啥？因为他直接批评赵丽颖了，而且宁愿被网友群嘲也要狠批。那这位名人到底图个啥呢？编剧汪海林痛批赵丽颖。观众不喜欢人跟他们讲大道理，尤其这个上课的人还是花千骨，谁会愿意受花千骨的教育是吧？双引号。眼前这位犀利批评赵丽颖的男人，正是传说中的知名编剧汪海林。可能很多人对他的名字不是很熟悉，但他确实有很多经典作品，像都是天使惹的祸、神医喜来乐、一起来看流星雨这些知名作品一抓一大把，在业内相当有分量。凭着这么光鲜的履历，没人会怀疑他的专业性。但是没想到，汪海林对赵丽颖的点评，直接导致他跟赵丽颖的粉丝们开撕，一场大战延续了好几天，评论区都被炸翻了。事情是这样的，《酱园弄》自6月18日开始在全国点映后，汪海林也买票去看了，看完还发了好几篇小作文，甚至专门录视频跟网友唠自己的观后感。他提到电影里的3位女主演章子怡、杨幂和赵丽颖。说到章子怡时，汪海林夸人的话一点不吝啬，直接说她是最棒的，不管是眼神戏还是角色把控，节奏都拿得很准。能看出来他是真欣赏章子怡，甚至开玩笑说有机会想专门给她写个好剧本。而对于杨幂，汪海林的评价是蛮惊喜的，毕竟之前杨幂的演技大家都历历在目，算不上多好，演个偶像剧还行，但演正剧总感觉差点意思。汪海林也是如此认为，说以前以为杨幂就这样了，但这次看了《酱园弄》，发现杨幂的可塑性还是挺强的。3个女主演，汪海林夸了2个，大家都竖起耳朵准备听汪海林如何夸赞赵丽颖的，结果人家话锋一转，不但没夸，反而还批评了一顿。他先说赵丽颖在电影里角色塑造的不行，老想教育人，比如扯着嗓子喊妇女权益这类口号，从头到尾都在硬讲大道理。本来汪海林这句话说的还算客观，是站在一个观众角度讲出自己的感受，但后面这句话就不怎么对味了。他说观众不喜欢电影里老跟他们宣讲的人，尤其这个人还是花千骨。你说你发表观点就发表呗，特意在新剧里提起赵丽颖以前的角色是啥意思呢？花千骨可是当年让赵丽颖在古偶圈爆火的角色，汪海林偏偏提这个，难免让人怀疑他是不是在内涵，暗戳戳想说赵丽颖只能演古偶剧。就在大家觉得汪海林这话听着不对劲，怀疑他是不是针对赵丽颖时，他倒也没藏着掖着，直接点名赵丽颖粉丝。他说粉丝生气是因为自己把杨幂和赵丽颖放在一起比，但比一比很正常啊，他俩岁数差不多，圈里地位也相当，还在同一部戏里，放一起比较有啥问题？可谁能想到，就是这么个正常比较，直接让他的评论区彻底炸锅了。以往纷争，好多赵丽颖粉丝直接破防了，在评论区对汪海林说他点评不客观，纯粹是为了蹭热度。还有人觉得汪海林这话听着不舒服，看他这架势，感觉之前就跟赵丽颖有过节，不然咋会这么说话呢？结果一看动态，大家猜的还真准。原来汪海林跟赵丽颖粉丝之前就吵过好几回了，难怪这次专门盯着说呢。早在6月18日《酱园弄》在上海点映的时候，汪海林就点评过这部剧里的演员了，
跟现在的评价差不多。章子怡很棒，杨幂可塑性强，赵丽颖的角色不咋样，兴许第2部会有反转。于是赵丽颖的粉丝就不满了，开启了隔空骂战，骂汪海林博流量。汪海林也不服气，直接怼回去。于是双方就这个问题一连串发了5、6条动态回击。后来汪海林休战了，不回应了，大家以为这事就结束了。没想到全国上映的当天，汪海林又换了个平台发表自己言论，结果不出意料的又引来一大批粉丝们怒骂。看来这件事暂时还是不能结束了。孰对孰错？其实在这件事上，汪海林和赵丽颖粉丝都有做得多的地方，却也都有不妥当的地方。汪海林作为专业人士，从专业角度点评没啥问题，毕竟谁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但也得接受大家审美不一样。就说他特意提花千骨这个角色吧，结合当时的语境，咋听都像有点瞧不起这角色。可网友不乐意了，我当年天天熬夜追着看，这角色哪儿不好了？双引号，一部剧能爆火肯定有道理，既然大家喜欢，汪海林也没必要因为不客观的理由去抨击。但赵丽颖粉丝呢，上来就对着汪海林一顿痛骂，这风气也不好。毕竟1000个人心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总不能逼着所有人都喜欢你偶像吧。而且赵丽颖粉丝们也不是第一次被点名了，早在之前和王一博合作有翡的时候，粉丝们就发布过很不友好的言论，事情越闹越大，导致赵丽颖本人都受了牵连，发了声明说一定做出积极正面的引导。这种看不惯就开骂的风气，戾气蛮重的，也希望粉丝们能理智点，别给偶像惹麻烦。说到底这事儿本来就是件小事，就因为双方谁都不服谁，你对我一句我回你一句，最后闹成了一场跨好几个平台吵了好几天的骂战。就像陈道明说的，现在社会戾气太重了，人人都跟有杀父之仇似的，说白了还是大家宽容度不够。我们有权发表自己的观点，但不要强迫别人去同意你的观点。当然，最终人还是要有自己的决断。赵丽颖的角色究竟好不好，只能等电影上映看过后再讨论了。大家对此怎么看呢？在娱乐圈中，一部电影的上映往往不仅仅是作品本身的较量，更是演员声誉、粉丝文化与舆论生态的博弈。酱园弄的上映再次验证了这一点，尤其是围绕赵丽颖的演技争议，让我们看到了当下娱乐圈热闹背后的深层焦虑。编剧汪海林的评价无疑掀起了舆论的浪潮，他毫不避讳地点名赵丽颖在片中讲大道理的表演不被观众接受，并引用花千骨的旧角色进行讽刺。这样的点评虽然站在所谓专业的角度，但言语中的偏见与刻意挑衅，令人不禁质疑其动机是否单纯。批评可以有，但借旧角度贬低当下，是不是也暴露了部分创作者对演员转型的狭隘认知？赵丽颖从花千骨的古偶流量女主，到风吹半夏幸福到万家的现实题材挑战，一步步走得稳健而艰难。酱园弄对于她而言，是再次拓宽戏路的尝试。无论最终结果是否完美，她的努力与选择本就值得被尊重。更值得警惕的是，围绕这场争议而引发的饭圈战争，粉丝的盲目护主与编剧的激烈回击相互碰撞，评论区变成了硝烟弥漫的战场。本应以作品和专业为主导的讨论，最终却演变为人身攻击与群体对立。这种非黑即白的情绪泛滥，反映出整个舆论环境日益功利与情绪化。陈道明曾说：“社会戾气太重。”这句话用在当下，恰如其分。无论是创作者、观众还是粉丝，或许都该学会在表达观点时多一分包容。对演员而言，表演永远是实践与挑战的过程，不完美是常态，不应成为否定全部努力的理由。赵丽颖不是完美的演员，但她确实是不断前行的演员。面对争议，她少有回应，也许不是沉默，而是一种淡定与坚持。她曾说：“保持初心，相信努力。”
在这个风口浪尖的行业里，这份初心本身就值得敬佩。酱园弄的风波终会过去，但这场关于演技、评价与舆论的探讨，或许才刚刚开始。事实证明，不拍戏就消失的王一博，早已走上另一条大道。当追风者在泰州电视台迎来第95轮复播时，观众们仍在热议王一博怎么没拍新戏，却未曾察觉，他早已走向了另一片广阔天地。01，王一博自童年时期便展现了对世界深刻的探索欲望。与同龄人还沉浸在动画世界时，他却被电视中的街舞明星所吸引。那一刻，舞蹈的魅力深深抓住了他，他主动要求父母为自己报名学习爵士舞。舞蹈成为了他与梦想之间的桥梁，也为他日后踏上偶像之路提供了动力。2014年，王一博以 UNIQ 组合成员身份正式出道，舞台成为他释放能量的第一战场。作为队里的主舞，他凭借童年时期积累的舞蹈功底，将其完美地融入到 Fire 中的舞台表现中，呈现出极具感染力的表演。尽管那时他还是以流量身份进入大众视野，但很快便以独特的气质脱颖而出。其他人还在追逐曝光时，他却躲进练习室，默默打磨舞步。正是这种不以曝光为目的的执着，使他逐渐积累了专业的标签，成为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存在。然而，单一领域的成就并未让他停下脚步。王一博渴望更大的突破与挑战，于是开始涉足多个领域。2019年，他加入了万里达雅马哈车队，正式成为职业赛车手。为了提升赛车技术，他投入了大量时间与精力，经过不懈训练，终于在首站亚洲公路摩托车赛中斩获 D 组新秀组第一和混合组全场第二的成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与此同时，王一博还积极探索影视行业。在他的街舞训练中，学到的身体控制力使得他在面对镜头时展现出过人的肢体叙事能力。尤其在《陈情令》中，饰演蓝忘机的他，通过精确的手腕挥剑力度与转身时意味的流动，完美呈现了舞者对身体语言的理解。而在风起洛阳的高难度打戏中，轮滑锻炼出来的空间感知力使他能够迅速找到与镜头的最佳配合点。此外，他在赛车场上磨砺出来的专注力，成为了他塑造复杂角色的秘密武器。在《冰与火》中，他将赛车比赛时学到的保持冷静法则，成功转化为卧底角色陈宇的表演，通过微妙的瞳孔颤动与喉结的节奏变化，将隐忍这种情感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追风者中，王一博对自我探索的坚持更显惊人。为了更好地塑造1930年代知识分子的气质，他翻阅大量资料，研究文人握笔的姿势，设计出为若莱那独特的指尖内扣书卷气动作。这种将兴趣转化为专业的执着，成就了他在电影领域的卓越表现。在《无名》中，他将轮滑训练中学到的身体平衡感巧妙地融入到地下工作者的姿态控制中，通过微妙的步伐节奏传递出潜伏者的紧张情绪。在《长空之王》中，他通过赛车时的失重体验，再现了试飞员在面对失速时的身体反应。而在《维和防暴队》中，3个月的战术训练使得他在持枪时的动作与中国维和部队的标准高度契合。当大多数艺人仍在谨慎选择安全角色时，王一博已在跨界的道路上不断自我突破。他从街舞赛场到赛车跑道，从电影镜头到真实挑战，每一次的跨界都意味着一次新的深耕与成长。那些在轮滑中学到的平衡技巧，成了他在镜头前拿捏角色分寸的黄金比例。那些赛车赛道上获得的极限突破法则，也转化为解构角色心理的钥匙。每一次的跨界选择，都在他探索及深耕的原则下扎根发芽。02，到了2024年，王一博做出了一个令行业震惊的决定，他与 Discovery 合作，发起了纪实系列探索心境。在采访中，他表示，生命只有一次，我想要活得更有趣一些。在节目中，他以素颜出镜，
直面高山反应的呕吐与不适。这种不加修饰的真实状态，打破了偶像必须完美的固有观念。作为攀岩新手，他顶着暴雨完成了 5.10A 级的手攀，并获得了中国首张手攀红点证书。这些挑战极限的时刻，不仅让节目获得了泰利奖、纪录片金奖，更使得探索精神成为了他的个人品牌。第二季《穿越美洲》更邀请了徒手攀岩的导演加盟。王一博在优胜美地的球场岩上进行专业级的挑战，在镜头前，他坦言，疼痛会在登顶的那一刻消失，而观众看到的已不再是明星，而是一位用身体丈量世界的冒险者。这份对真实的执着，也悄然改变了他的创作维度。03探险的旅程让王一博的音乐创作注入了更为丰富的色彩。2024年，他的音乐作品《万物可爱》将雨林探险时采集到的溪流声融入旋律，用治愈的和弦将自然与人文进行完美对话。这首歌不仅被中国音乐家协会评为2024年度优秀推选歌曲，还被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多次选作自然风光、人文纪实类视频的配乐。2025年，他与萧敬腾共同演唱的《我可以在央视春晚的舞台上闪耀》登场，那如赛车换挡般利落的节奏与歌词的跨越山海完美契合，仿佛每一次 flow 的切换都精准如赛道上的弯道超越。这首歌不仅蕴含着他作为职业赛车手在遇战中学到的韧性，也展现了他作为攀岩新手在暴雨中完成手攀时的倔强。在54青年节发布的《青春探路者》中，歌词路不蹉跎就大声唱歌，灵感来源于探索心境中他高反呕吐却坚决不下撤的瞬间。当镜头记录下他在西藏攀冰时冻红的指尖，他将这份对热爱及舒适区的领悟融入旋律，赋予了这首歌奋斗的力量，也让它成为了中学课间操歌单中的励志号角。2025年6月，《愿爱》入围亚洲流行音乐大奖周榜 Top 10。这首歌融合了雨林探险时采集的虫鸣声，副歌部分的气声处理让人仿佛听到他在登顶时的喘息节奏。从偶像歌手到用生命体验谱曲的音乐人，王一博每一首歌的背后都蕴藏着他在赛道、山野中积淀的力量与光芒。即使在不拍戏时，王一博依然在更广阔的天地里熠熠生辉。粉丝们称他为干一行行一行的典范。从银幕到山野，从舞台到赛道，每一次跨界对他而言都是一次新的开始。他用专注与热爱雕刻出了属于自己的专业高度，也将永不停歇的探索精神传递给每一个支持他的观众。当大众还在好奇王一博为什么很久没拍戏，他早已悄然走上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从银幕到山野，从练武士到悬崖峭壁，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人生不是单一轨道，而是一片广袤旷野。王一博不是消失，而是选择了另一种更深刻的存在。从练习生出道，到 UNIQ 主舞，职业赛车手，再到演技逐渐成熟的演员，探索自然的纪录片主人公，他的每一步跨界背后都是一次对自我极限的试探与突破。他不满足于既定标签，而是在不断跨越中重新定义艺人的边界。尤其是纪录片探索心境和穿越美洲，让我们看到一个完全真实、毫无偶像滤镜的王一博。高原反应时的呕吐，暴雨中完成手攀的坚持，裸脸出镜的坦然，这些瞬间不是设定，而是真正的热爱与诚意。他用攀岩学会平衡，用赛车体悟专注，再将这些身体经验转化为音乐与表演中的情感密码。他的音乐也因这些生命体验而更具厚度。从万物可爱采样自然溪流声，到我可以中流畅如换挡的节奏控制，甚至青春探路者中高反也要大声唱歌的歌词灵感，每一首作品都不再只是旋律，而是带着体温的旅程。更难得的是，在娱乐圈充满热搜制造的氛围中，王一博始终保持低调。他不靠炒作维持热度，也极少主动回应争议，只用作品说话，用行动表态。这份沉默里的力量，
正是他始终保持专业、不断进阶的根基。正如他在节目中所说：“生命只有一次，我想活得更有趣一些。”这句话不只是人生宣言，更像是一种态度，不随波逐流，不安于一隅，而是不断拓宽生命的可能性。或许这就是王一博真正的魅力。他不是只属于舞台的偶像，而是一个愿意踏入山林、下到赛道、走进人心的探索者。他用真实、用专注、用热血，构筑起一个不拍戏也能闪耀的广阔天地。在这个快节奏、重标签的时代，他提醒我们：向外看世界，向内求初心，向前走未来，才是热爱真正的模样。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